2026年5月底，台灣海軍造船廠傳出了一個重磅好消息，沱江級巡邏艦的第12號艦，也就是最後一艘 PGG-632 正式出廠，準備進行海試。這標誌着12艘全數到位。台灣苦心經營多年的高速逆蹤飛彈突擊艇體系，終於拼上了最後也是最完美的一塊戰力拼圖。看看現在這支科幻感拉滿，在海面上狂飆的逆蹤艦隊，大家可能很難想象，當年台灣在這條路上走的有多麼憋屈。曾幾何時，台灣海軍就像是個垃圾回收場，只能被迫去接手別人即將退役、艦齡老舊、維修費貴到嚇死人，甚至在台灣嚴重水土不服的二手老軍艦，別人挑剩下的還得當成寶一樣供着。但也正是這種好東西買不到、二手貨又不好用的絕境，徹底把台灣造艦的潛能給逼了出來。既然沒人靠得住，那就自己造。今天火力軍就帶大家重溫沱江級飛彈巡邏艦，看看這支航艦殺手是怎麼從一路跌跌撞撞的泥潭裡爬出來。講到沱江級，很多人第一印象就是外形帥、跑得快、火力猛。但其實，如果我們把時間倒回10多年前，這艘被寄予厚望的殺手，在剛出生的時候，差一點點就成了一個翻车的笑話。當年軍方在開出原型艦規格的時候，可以說是把火力即可乘發揮到了極限。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當時那個瘋狂的戰術構想，在一艘滿載排水量区600噸的小型川浪雙體船上，海軍竟然想在它的肚子裡塞進整整16枚重型反艦飛彈，這包含了8枚雄風2型亞音速飛彈，外加8枚能讓航母吃癟的雄風3型超音速反艦飛彈。不僅如此，甲板上還要頂着一門76公里快炮，加上方陣近迫武器系統，還要塞下雷達和各項射控設備。這等於是把一艘幾千噸級大型驅逐艦的反艦火力硬生生壓縮進一台水上小鋼炮裡，希望它能靠着雙船體的高速和逆蹤外形，在雷達熒幕上偽裝成一艘小漁船，衝進敵方艦隊的防空圈，開完火就跑。構想非常完美，但現實是冷酷的，全世界沒有任何一項尖端技術是可以一蹴可及的。第一艘原型艦沱江艦 PGG-618 下水進行嚴苛測試後，由於台灣當前完全沒有整合複雜重裝雙體船的經驗，一連串的工程災難接踵而來。首先引爆的是超重與浮力不足問題，16枚沉重的反艦飛彈加上各式裝備壓上去，這艘小船的吃水線直接比預計預期深了一大截。船體太重，在海上遭遇惡劣海象時，不僅耐波性大幅下降，甚至讓人擔心有安全疑慮。接着推进系統也跟着出狀況，沱江級為了追求高速和淺水區的機動性，採用的是水噴射推進器，結果因為超重導致船體姿態改變，在高速航行或風浪稍大的時候，進水口竟然會頻繁吸入空氣，這可要了老命了。吸入空氣不僅讓引擎空轉，航速大打折扣，整艘船還會產生劇烈的機械震動，這種震動會直接連帶影響到艦上高價值精密電子設備的壽命，妥善率面臨極其嚴峻的挑戰。消息一曝光，網絡上的一些人傾巢而出，一時間台灣根本沒有造艦本事，造出來的就是台水上拼裝車，花大錢造廢鐵的嘲諷聲浪鋪天蓋地砸向海軍。和其相似，台灣的裝備研發一直都是這樣，從經國號到沱江級，再到最近的海鯤級，一點點的失誤都會引來鋪天蓋地的謾罵嘲笑。但火力軍必須要說，這些錯誤不是什麼丟臉的醜聞，這恰恰是試圖脫離依賴，真正走通自主研發之路時必須要流的血和必須繳的學費。美國、歐洲那些老牌造艦大國，哪一個不是在實驗室和測試場裡炸掉無數台原型機，才對出今天的技術壁壘？別人花了幾十年試錯踩出來的坑，台灣怎麼可能一次就奇蹟般的完美避開？原型艦存在的意義本來就是用來暴露問題、用來試錯的。真正的考驗不是一開始會不會犯錯，而是在重重摔了一跤之後，有沒有能力迅速爬起來，用實力把漏洞給死死補上。面對這艘問題百出的原型艦，台灣的造船工程師們沒有退縮，他們到底改款了哪些東西，又是把它重塑成了震驚外界的量產型沱江艦，甚至還在一艘幾百噸的小船上奇蹟般的塞進了區域性的防空火力。面對原型艦測試時的一連串殘酷打臉，台灣的造船工程師們做了什麼？他們沒有硬拗，硬是做出了一個軍事研發中最困難但也最務實的決定。當研發团隊推出第一艘量產型沱江艦時，外界看到了一場大改造。既然船體會超重，浮力不夠，那就直接放大艦體尺寸。工程師把量產型的船身加長、加寬、吃水變深，徹底解決了浮力不足和水噴射推进器吸入空气的硬伤，船在海上跑起來变得異常平穩。
更關鍵的是，軍方果斷拋棄了原本那種不切實際的火力即可證。他們不再執着於硬塞16枚重型反艦飛彈，而是把配置合理化，用務實的減重換來了這艘船最讓人驚豔的歷史性蛻變。它竟然長出了防空保護傘。在塔江艦上，台灣軍工研發人員幹出了一件壯舉，他們在一艘滿載不到700噸的微型軍艦上，成功整合了台灣自制的海蜂眼主動向地雷達，外加多達16枚的海劍2防空飛彈。這到底有多難？要在這麼小的船體上解決向地雷達的供電、散熱和電磁兼容問題，連許多造艦大廠都很難做到，但台灣做到了。這讓塔江艦不僅保留了反艦火力，更成為首艘具備區域防空能力的小型艦艇。它不再是一艘打完就得靠別人保護的脆弱突擊艇，而是一個能夠在茫茫大海上自保，甚至幫周圍友軍撐起防空網的水面多面手。完成这波涅槃重生後，這支新銳的逆宗艦隊正式成軍。而隨着他下水服役，網絡上最吸睛、討論度最爆炸的軍事話題也隨之引爆。一艘區區不到700噸的小船，真的能威懾到那些滿載配置量動輒6萬、8萬噸，甚至10萬噸級的超級航空母艦嗎？這種大衛挑戰哥利亞的神話，在現代海戰中真的成立嗎？這支艦隊之所以敢冠上航艦殺手的稱號，底氣全來自於它甲板上的那款神器——雄風3型超音速反艦飛彈。這是一款完全不講武德的超音速突防武器。航母身邊通常跟着一堆防空驅逐艦，雷達看得遠。如果今天飛過來的是一般的亞音速反艦飛彈，護航艦有大把的時間可以發射攔截彈，一層一層的打掉。但雄風3型完全不按這個套路出牌，它不僅具備超過150公里的射程，更恐怖的是它的末端突防速度高達3馬赫。一艘利用雷達隱身外形，悄悄摸進發射陣位的沱江級巡邏艦，在遠距離打出雄3飛彈後，立刻掉頭全速撤離。這枚飛彈會貼着海平面，以極低的高速低空掠海飛行。受到地球曲率的限制，大型水面艦載的雷達往往要等到飛彈跨越海平線，距離只剩下幾十公里時，才能確實捕捉到它的雷達回波。這就形成了最致命的時間差。當航母編隊的雷達發現這枚以3馬赫狂飆的飛彈時，留給防禦系統的反應時間已經很少了。在這個距離內，什麼長程防空飛彈都已經來不及了，航母只能依靠最後一道防線——方陣快炮或近排防空飛彈來死扛。但這正是极音速反艦飛彈最讓人絕望的地方。巨大的動能，一枚重達1噸多、以3馬赫速度飛行的金屬穿甲彈頭，就算航母的快炮在最後幾百公尺處幸運地打中了它，把它在半空中引爆，但飛彈爆炸後產生的高熱金屬破片依然會帶着恐怖的慣性動能，像一場金屬風暴一樣狠狠地砸在航母的飛行甲板上。只要甲板被砸出坑洞，或者砸毀了飛機彈射器和降落攔截索，造價100億美金的航空母艦瞬間就會喪失起降戰機的能力，直接變成海面上一個龐大且毫無威懾力的鐵筏子。用幾百噸的低成本快艇搭載絕對致命的超音速突防飛彈，去換取癱瘓對方整個航母戰鬥群核心戰力的機會。這種懸殊到極點、近乎玩命的體量反差，正是他在戰術上最具威懾力的底牌。然而，如果只是單純靠1-2艘小船出去玩命，那充其量只是敢死隊。當2026年5月第12艘同级艦正式完工出廠，整個造艦計劃全數收尾時，台灣在海面上的戰術邏輯發生了一場翻天覆地的質變，從單艦突擊徹底進化為蜂群作戰。這支擁有12艘艦艇的高速逆宗艦隊，到底會怎樣織出一張讓任何大型艦隊都無法忽視的攻擊網絡呢？剛才我們推演了一艘船單挑航空母艦的絕地反擊，但說實話，在現代高強度海戰裡，靠1-2艘小船出去玩命，終究只是杯水車薪。真正讓這套不對稱戰力發生結構性反轉的，是第12號艦 PGG-632 的正式出廠與完工。這不僅僅代表着12艘造艦計劃的圓滿收尾，更宣告着這批經過大幅改良的量產艦，在作戰系統、向地雷達追蹤能力以及防空護網的拼圖上已經徹底到位。隨着12艘艦艇全數成軍，台灣在海面上的戰術邏輯迎來了一場翻天覆地的升級。過去在設計初期設想的單艦突擊，現在徹底進化成了讓任何大型艦隊都頭痛的蜂群化作戰。這12艘滿載不到700噸、跑得比風還快的逆宗雙體船，因為吃水非常淺，平時根本不需要全部擠在左營或蘇澳這種容易被鎖定的深水軍港裡當標靶，他們完全可以分散，隱蔽在台灣周邊無數個小型的民間漁港，甚至是河口地帶。一旦雷達偵測到航艦戰鬥群逼近，這支艦隊馬上傾巢而出，利用高速機動的特性，在海面上瞬間散開。他們不需要聚在一起跟護衛艦硬碰硬，透過先進的戰術資料鏈，這12艘船可以在相隔幾十公里的海面上，同時共享同一個高價值目標的坐標，
接着在同一時間由統一的指令下達開火，從四面八方不同的角度同時打出幾十枚雄風2型和雄風3型反艦飛彈。亞音速的雄風2型貼海隱蔽飛行，超音速的雄風3型以3馬赫的狂暴速度突防。面对這種從四面八方同時湧來、速度和彈道完全不同的飛彈雨，再嚴密的艦隊防空網，其雷達處理通道和攔截火力也會在瞬間過載。這種不拼噸位、不拼遠洋續航力，只靠高速機動、分散集結，在短時間內形成超高密度的低成本飛彈發射網。這種專挑對手昂貴主戰艦艇下手的狠招，就是台灣在資源有限的框架下練就出的不對稱作戰最強奧義。故事聊到這裡，相信大家已經看懂了這支逆宗艦隊在戰術上的致命殺傷力。但火力軍想把視角再拉高一點，如果大家只把目光盯在超音速飛彈到底能不能穿透航艦防禦圈這種爭論上，其實意義並不大。沱江級量產計劃的成功建軍，它更深遠的意義在於它本身就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試驗場。台灣到底從這12艘的建造過程裡學到了什麼？透過這些年的反复打磨，台灣的造船工業不僅僅是焊出了10幾艘鋼鋁混搭的船殼，他們成功積累了先進逆宗穿浪型雙體船的設計經驗，掌握在了一艘小船上，完美整合現代艦載相里雷達、防空飛彈與反艦飛彈的複雜電磁相容技術。更重要的是，台灣確確實實走通了從原型見試錯、大幅改型到最後標準化量產的完整閉環。看到這裡，有些人可能會問火力軍，既然台灣連這麼複雜的相里雷達跟飛彈整合都能搞定，那靠着這套積累下來的技術底子，台灣自己造一艘航空母艦到底有沒有搞頭？這不是能不能造的問題，而是有沒有必要的問題。台灣要面對的資源排擠效應，把在一艘700噸飛彈快艇上積累的經驗放大到幾萬噸級的航空母艦上，中間隔着巨大的重工業門檻。造航艦需要能承受戰機高溫偉焰的特種飛行甲板鋼材，輸出功率驚人的大型主機，以及複雜萬分的戰機彈射與攔截索系統。台灣如果要硬砸資源去跨越這些技術壁壘，按照當前的技術儲備並非不可能，但是絕對會把整個預算徹底吸乾，直接拖垮其他更急迫的項目。而更核心的問題在於戰術層面，就算台灣真的傾盡全力把航艦給造出來了，它在戰場上也会是一場災難。台灣的防衛戰略核心是不對稱作戰，首要的任務是防禦，根本不需要跑到幾千公里外的遠洋去進行火力投射。如果造一艘幾萬噸的龐然大物，它不僅完全没有生存空間，反而会成為最顯眼、最昂貴的靶子。所以造一艘航艦完全沒有必要。這12艘能隱蔽、跑得快、咬人痛，而且被打沉了也不算太大損失的沱江級巡邏艦，才是真正契合台灣的最佳解答。這12艘艦艇不僅填補了台灣的火力空白，更是一次徹徹底底的大練兵。它證明了台灣具備獨立消化尖端軍事技術，並將其轉化為實戰戰力的底氣。這不僅僅是一代新銳軍艦的誕生，更是台灣軍工產業從被動妥協走向自信與自主的一次驕傲跨越。好了，關於沱江級的故事，今天就聊到這裡。你認為沱江級的全面入列對台灣意味着什麼呢？別忘了按讚訂閱，我是火力軍，我們下期再見。好的，各位觀眾，今天給大家推薦一款 T 恤，不僅超有態度，還堪稱性價比之王。首先，它超級輕，拿在手上輕飄飄，穿上身更是零負擔，舒服到讓你忘了它的存在。其次，面料具透氣，就像會呼吸一樣，就算在外面跑一天，也能保持乾爽，徹底告別黏膩感。最關鍵的是，價格真的讓我驚掉下巴，僅需很少的錢，你就能擁有這份清爽。質量和舒適度絕對遠超這個價位，閉着眼入都不虧，多買幾件換着穿也毫無壓力。鏈接已經給你們上了，這種寶藏 T 恤手慢無，趕緊去搶。